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我们来讲一下策划面对面，这个是7月的一些问答。那策划面对面不代表官方公告啦，它只是给大家一个提前预知，可能他们会做的一些更动，那也有可能他们不会去改的，所以不完全会去执行。这个跟官方公告有点不太一样。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问题讲什么东西。第一个问题，自动打野、自动帮助多久上线？功能是直接可用的吗？这里官方回答，他们会在超值宝石30日补给中增加自动打野、自动帮助、聊天频道自动翻译权益。聊天频道自动翻译不是本来就有的吗？为什么要放在超值宝石30日补给这边呢？难道之后我们翻译都要花钱了吗？这个我不确定了。计划在 1.0.98 版本更新后，选取部分王国进行先锋测试。假设如果它自动打野、自动帮助都要给钱的话，这样不如为什么我不要自己手动去操作就好了？OK，如果它的自动打野是可以自动帮我们去拉野蛮人，就是讲我们在进入征服赛季之后，我们不需要手动去拉野了，它会自动帮我拉野。而不是单纯的打野蛮人的话，那我觉得给这个钱是值得的。那假设说他只是派你的队伍出去，一直不断的去打野蛮人的话，那为什么我要花那个钱？我宁愿花那几分钟的时间自己去打野蛮人呢、然后关于自动帮助这个，我就不确定是什么来的。那有可能就是我们的医院需要用到帮助的时候，就会自动帮我们帮助。可是这个部分，我觉得对于一般玩家比较没有花钱或者是花很少钱的玩家来说，应该不会去买。就连那些花很多钱的玩家来说，应该也不会去买，因为现在新版的水晶科技其实可以自动帮助了，就是说不需要再花我们的那个时间慢慢去等我们的队友帮我们帮助，就可以帮我们点满30次治疗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自动帮助放在这边也是，哎，不好评啦。有可能有一些玩家可能会去买，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嘞。我本来想着说这个增加的功能应该是免费的，像我之前玩的一些策略游戏都是免费，可以自动帮我们打野蛮人的，甚至你不要讲其他游戏，就连他们自己的另外一个兄弟万龙觉醒也是可以免费去打的，所以我不懂官方为什么要把它变成需要花钱去测试的。然后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希望远征前夕活动由王国排名调整为阵营排名，这样我们作为阵营就可以一起竞争活动的第一名，而不是互相竞争。哎，其实我觉得这个合理耶。反正你在同一个阵营里面，为什么你还要跟自己的阵营去竞争呢？就比方说，假设第一、第二名都是来自同一个阵营的话，这样有什么意义呢？不过这里我们看到官方的回答是说，他们之后会尝试将远征前夕活动由王国排名变成阵营排名，所以这个他们是有考虑要改了。第三个问题，目前针对军器的转换机制有军器转换时，希望也添加装备类型转换系统或活动，这样可以让玩家尝试更多的游戏风格，比如从工兵转到步兵等。但我觉得玩家的想法并不是这么单纯，除了一方面是想要体验不同的兵种之外，其实更加多的原因就是官方有时候会把另外一个兵种从原本强变成弱，从原本弱变成强。就比方说前阵子工兵是比较弱势的，但是因为秦始皇出现了之后，现在工兵又复活了，然后玩家又需要用到2套的工兵装备。像之前骑兵比较强势的时候，可能有些玩家弄了3套骑兵，但是现在骑兵的表现不如之前这么好了，有一些玩家想要分解自己的装备，换成别的装备。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也是考虑到这一点啦。那当然，如果能够给我们转换的话，会更好啦。这个也是蛮多玩家有反馈过的东西。那这里官方的回答，军器有转换时的原因是阵型会一直进行更新，他们希望通过军器转换来降低执政官们在培养新阵型时的成本，而装备系统目前并没有进行新装备更新的计划，除了饰品。如果上线装备转换，可能使拥有横跨不同兵种多套装备的账号的价值出现一定的折损。这边就是说，哎呀，你们怪错了官方。其实官方他不推出的东西，不是不想要为你们好，而是为你们好，是为了要保值你们的账号，怕你们的装备全部分解啊。原本有很多专属的装备啊，分解了之后，就变成说你账号不保值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讲法有点牵强啊，我不觉得啦。
然后考虑到装备作为账号最基础的养成线已经上线极长的时间，目前是账号价值的重要标，他们暂时并不会上线装备转换的系统。但是你说账号值不值钱，要卖账号，其实也是一部分的玩家，大部分玩家还是想要继续在这个游戏里面玩的。那你不给那个玩家去转换装备，他们就需要丢更加多的钱去买新的图纸、新的材料来做一套新的装备出来。那其实你讲保值吗？其实也没有多少保值啊，我还是要花那笔钱出去啊。那我做出来之后，我账号卖的比较多钱，是的，但是我同时要投入的钱也会更多啊，所以我觉得官方这个解释有点牵强啊。如果你真的是想要玩家玩的开心、玩的轻松的话，其实我觉得出这个转换还是不错的。你可以像转换石这样子，可能你要花一点钱去买转换石，然后再可以把你的装备从原本工兵换成步兵、骑兵之类的，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啊。我个人的想法啦，这个是我个人的想法啦。我当然知道也有其他的玩家有不同的想法，所以你们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你们觉得官方这样子的解释你能够接受吗？还是你觉得能够转换会比较好一点？那接下来就是关于他们正在体验测试中的时间缩短 KVK 赛季，这个就是之前有讲过的，原本前置的时间跟 KVK 的时间是分开的，现在前置的时间会在 KVK 的时间里面进行，一起同时进行。那这边就有说到公示期后直接进入失落之地，节奏太快，王国管理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外交沟通、战前安排等。这个我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在之前的版本中呢，一般出现了这个匹配的结果，那我们的外交至少都要用到3天到5天的时间去问一下其他的阵营啊，有谁想要跟他们合作之类的。但是现在改版之后，因为没有前置了嘛，不是没有前置，前置的时间放入在 KVK 里面了，就变成说我们同时又要进入 KVK 里面做一些事情啊，比方说要拿下什么建筑物啊，又要做其他的东西啊，然后同时间又要进行外交沟通，其实是很忙很没有空的。那这里策划的回答，感谢玩家反馈，目前时间缩短 KVK 赛季正在先锋体验的过程中，后续他们会根据大家的反馈和实际数据情况，对该系统进行一定调整优化后再正式上线。目前他们计划调整包括预留更多的外交时间，适当放宽移民时间范围等，这个就看他们之后怎么样调整了。比较辛苦的还是管理层那边。第5个问题，不喜欢目前的拉扯玩法，尤其是手机端拉扯体验太差，希望可以优化或者回到之前少拉扯的操作感。其实现在的新版水晶有好那么一点了啦，但是还是会有拉扯。但是我看到一些玩家的反馈说，其实拉扯就是他们平民玩家能够赚到一点战损的玩法，所以不能完全把拉扯这个部分移除掉。这个我觉得保持中立吧，以现在的情况来讲，其实有好很多啦，就是拉扯没有这么夸张，那玩家也可以适当性的去拉扯。这里策划的回答，拉扯问题是他们近期一直在重点优化的内容，一方面他们正在通过包括新统帅机制、新的水晶科技和昔日荣光 buff、怒气规则改动等多种方式，协同来调整这个问题，以尽可能实现战斗层面的操作减负。对于手机或者是平板玩家来讲，这个拉扯确实是一个问题啦。另一方面，他们已经针对手机平台做出了许多新操作模式，在未来也会通过更聪明、更好用的激战行军等方法，继续优化战斗体验。可是激战行军就等于你送部队进去啊，激战行军的操作还是有一点蠢啊，所以这个看情况吧。不过有激战行军确实是有用的。只是我觉得说，如果你打野战不考虑战损的情况下是有用，但是如果你考虑战损的情况下，其实激战行军并不是这么好用，所以我觉得评价中规中矩吧，不算特别好。那关于拉扯的问题，这个看玩家怎样去想啦。因为我个人是不喜欢拉扯的，我是觉得说你拉扯增加更加多的操作，会让这个游戏变得更加无趣，就没有那个爽快感啊。当然，有一些玩家习惯拉扯了，又或者是他们觉得拉扯才是这个游戏的主要玩法，这个就看玩家怎样去想。第6个问题，建议可以在 PC 的操作界面上自行操作屏蔽不需要的按钮，
按钮在热键里设置好了之后，就不需要显示在荧幕上了。不然，如果敌人在旁边不慎单击召唤出这些图标，反而影响操作。这个的话，我好像没有这么严重的体验啊。这可能是放大画面打架的玩家才会有这种感受吧。策划回答：他们目前针对 PC 平台的部队交互按钮出现的方式做优化，减少误操作或遮挡视线的情况。我觉得他应该是讲近战的时候啦，就是你们派部队出去的时候，像那样子，你们点击了部队，它下面会有这种返回键啊，有这种笑脸的键之类的。它应该是近战操作的时候这样子点，这样子点，然后不小心点到这个按钮，然后你的部队就会回去了。那确实啦，会有这个问题存在啊。如果可以屏蔽掉下面这些按钮的话，应该会好一点。第7个问题，目前联盟白名单只能一个一个的移除，增加了管理名单的难度，是否可增加批量勾选移除以及一键移除的功能，方便日常管理和调整白名单？这个我就不清楚啦。这里策划的回答是感谢玩家反馈，他们会尽快优化。这个只有管理层才知道啊，这个我暂时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第8个问题，野战时总拿到部位强敌的评价，太难受了，都不想要去打野战了。确实。那这个新的报告系统出来之后呢，真的会影响你们的那个心情啊！一直拿到部位强敌的时候，就觉得说我是不是打得不好，是不是我打得很糟糕什么之类的。他们正在着手调整战报评价的维度和展现形式，以解决负反馈过重的问题。这个看他们怎样调整吧。第9个问题，他很努力的在打野战，消耗了大量的加速和资源在治疗部队上，但是因为操作不好、养成不够高等原因，拿不到很高的击杀，导致不被王国和社区认可。官方应该引导玩家重视这类玩家的贡献。是的，这个我在之前也是跟大家讲过，其实有一些玩家他的击杀很低，但是不代表说他对王国是没有贡献的。这个我觉得要稍微讲一下啦，因为很多玩家他们对于你是不是真的战士，你是不是真的优秀的玩家是以击杀来做评价的。但是就像这边的问题所讲到的，有一些玩家他可能基础的能力不是这么好，他装备没有这么好，统帅没有这么好，所以才没有办法拿到这么高的击杀。可能跟那些大佬的账号在线的时间是差不多的，大佬在线24小时，他在线23个小时，但是他的击杀远不如大佬这样子，所以他们会觉得说有点心态不平衡啊。而且他们除了去打到更加多的击杀，还有保持活跃之外，他们还会做一些东西啊，就比方说建旗帜啊、去驻防啊、参与集结等等的。其实这些玩家是很重要的，其实也是出现在960上面的一些问题啦。960只是大量的征收一些击杀很高的玩家，而没有去征收一些中低战力的玩家，就是帮忙去工作做东西的玩家，就变成说有时候我们内部要做那些执行的东西啊，就比较少人去做。那这里策划的回答，感谢玩家的建议，在之前设计中他们确实有些忽略了。这里所说的受到重伤是什么意思？这类行为对战斗的贡献，目前他们正在尝试设计一个区别于击杀积分的全新的数据指标，用来反映努力战斗的执政官对王国和 KVK 战斗的综合贡献。我觉得这个增加是好事情来的。同时他们计划逐步将 KVK 战报展示、个人信息展示、部分排行榜以及 KVK 奖励、征战成就等多个系统都围绕着这个指标进行重新设计。那策划面对面大致上的内容是这么多啦，你们觉得这一次的策划面对面怎么样呢？我是个人不太能理解第一点呢，为什么要给钱？你为什么不给我们免费自动打野呢？还是说他只是把这个功能放在超值宝石30日补给里面，但是不收费的呢？那你不可能啊，你不收费你为什么要放在这里？还有我觉得要重视的就是最后一个有讲到的，有一些玩家是真的很努力在做一些事情，在帮忙做东西，但是都不被重视，觉得他们就是一些混子之类的，这个也是需要再调整的。我是觉得说，假设有一些玩家他在这个赛季里面可能帮忙建旗帜的时间不是特别长，可能没有到达一个指标的话，他的那个击杀指数就会降低。当做一个惩罚吧，就是逼他们一定要去做一些事情啊，加入集结、驻防，或者是去帮忙建旗帜之类的，否则你的 DKB 就会下降。
我觉得可以这样子设计啦，但是当然的，我也相信可能会有一些玩家反对这件事情呢。所以各位在看了这一次的策划面对面之后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